提起清道夫，在国内许多人对他们是又爱又恨，有的人和这黑不溜秋的怪鱼较上了劲儿，有的人对他讨厌至极，甚至称他为垃圾鱼。在我国南方地区已经泛滥成灾，到了需要专门捕杀的程度，对当地河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的破坏。实际上，不光是中国、美国、日本以及东南亚很多国家都遭到了清道夫的入侵，这让当地人头疼不已。但是令中国人纷纷摇头的清道夫，却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家栽了个大跟头，被收拾得服服帖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清道夫是甲年科夏口年亚科的多氟异甲年，夏口年的俗名。因为吸食水族箱的残饵、污物，可以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，故而得名。又名吸盘鱼、吸口年，学名叫做甲年。原本产于南美洲的河流中，可以说是一种颇具威胁的入侵物种了。普通清道夫的鱼体呈棕绿色，身上布满清晰的黑色豹状斑点，这些斑点延伸至鳍上，它的表皮上有彩虹色，在光亮下逐渐褪色，由唇形成的吸盘状圆盘，体长可达50公分，有很高的观赏性。清道夫具有很强的杂食性，不管是水藻还是死鱼尸体、青苔、鱼虫等，只要是可以吃的，通通来者不拒，全部吃掉。因为它适应性强、易饲养等许多优点，受到了人们的青睐。人们一开始引进清道夫，是希望它可以快速清理水箱污染物，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。但是人们在饲养的过程中，逐渐发现，成年后的清道夫食量巨大，它不仅吞食浮藻，也会对水箱内的其他鱼类下嘴。清道夫占着自身独特的生物特性，轻而易举的就侵占了其他观赏鱼的生存空间。除了藻类，它还会以其他鱼类的卵为食，也会吞食鱼苗，甚至一天可以吃掉3000到5000枚鱼卵。虽然人们一直认为清道夫有着清洁水质的益处，但实际上它算不上很好的观赏鱼类。假如有鱼生病，他们会用那张吸盘一样的嘴巴吸附在鱼的身体上，假装疗伤，其实是为了方便其他鱼类成为自己的食物。而且清道夫产生的排泄物非常多，不但没有给水箱清洁，反而让环境更加糟糕。时间久了，水族箱里就逐渐成为了清道夫的天地了。它们自由自在，十分舒坦，说是观赏鱼杀手也不为过了。清道夫喜欢弱酸性软水，适宜生活在20度以上水温的河流，不能自然越冬，所以国内引进的清道夫基本都出现在南方地区。广东因为气候温暖，水质合适，十分适合清道夫居住，因此广东是国内清道夫泛滥的重灾区。清道夫在河流中的肆意繁殖，使得当地鱼类数量急剧下降，即使渔政部门经过了大量的捕杀，仍然无法将它们完全清除。数量庞大的清道夫还在流域内生存繁衍。不仅如此，作为外来物种的清道夫，在国内的自然水域中几乎没有天敌。它的身体坚硬结实，既保护了自己，也让其他鱼类望而却步。除了自然因素，人们对于清道夫的态度也是其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清道夫天生的生物特性让人们纷纷对它给予希望，将它大力引入国内。但就是因为过于表面的认识，让人们对清道夫持续的追捧。在广东当地，不仅对清道夫随意买卖，现在走访鱼虫市场还有农贸市场，都可以看到清道夫的身影。还有一些缺乏生态保护意识的人们，对清道夫随意的放生，这对于清道夫来说简直是进入了天堂。但河流里的其他生物就遭了殃。对于中国吃货们来说，这种新鲜的食物怎么会不去尝试呢？很多人也许因为清道夫的名字感到不适而选择放弃，但也有尝试食用清道夫的勇士，想看看它是否会是一份美味。但是结果却很不如人意，清道夫做出来的味道并不美味，甚至难以入口。因为清道夫本身不仅肉很少，骨头多，而且宰杀麻烦。一条成年的清道夫，除去骨头后，可食用的部分还不到10%，和皮包骨一样了。肉少可以忍，
但清道夫食性杂，和其他可食用鱼类相比，肉质也不鲜嫩，还有很大的土腥味儿。再想一想，它们每天在淤泥中觅食，以垃圾、其他鱼类尸体作为食物，实在是难以下咽啊！清道夫就是因为这些人为和自然的因素，迅速在南方地区泛滥成灾，而国内又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，很是头疼，但却在我们的邻居印度身上栽了个跟头。作为外来物种，当它入侵了中国、美国、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后，日子可以说过得是逍遥自在。这么多国家都拿它没有办法，唯有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家把它们治得服服帖帖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一方面，虽然印度的气候也很适宜清道夫生存，但是在自然水域中有很多它们的天敌，比如恒河中的恒河鲶、恒河鳖，这些生物体型数量都很庞大，清道夫和它们比起来好像小蚂蚁一样。另一方面，虽然国内的吃货对清道夫难以下口，但是印度人却是百无禁忌。在印度，很多底层人民生活贫苦，缺乏食物，而印度信仰恒河，实行水葬。出于对逝者的尊重，流域中大量的恒河鲶只能看不能吃，并且长久以来，印度水质污染严重，这些大型的水生生物都积累了很多有害物质。但清道夫作为外来物种，印度人对它既没有习俗的顾虑，生长积累的有害物质也较少。这对于很多底层人民来说，可是一个天大的好事。印度人民就这样征服了清道夫，烤、炸、炖、煮，烹饪方法也是五花八门。无论是复杂一些的咖喱鱼，还是最原始的烧烤，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即便是成功入侵了几十个国家，让中国吃货们都纷纷摇头的清道夫，这回还是栽在了印度这个神奇民族的手上，沦为了印度美食。尽管我们调侃清道夫沦为了印度美食，但是外来物种的入侵现在仍是一个严峻的生态问题。每个生物都有着自己的栖息环境，外来物种侵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中，很容易泛滥成灾。清道夫在原有的环境中受到天敌的影响，并没有引起泛滥，但是由于国内对它片面的认知，直接导致了外来物种的泛滥，大大影响了生态环境。俗话说，事在人为，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遵循自然规律，与生物和谐共处，也是我们作为大自然的一份子应该做的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。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